男嘉宾乔先生23岁，来自陕西学生；女嘉宾宋女士22岁，来自辽宁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大学同学是吧？是的，同班是吧？是。谁先表白的谁？我先表白他的。你咋说的？给他写了一首诗，就表白。写一首诗啊？怎么写的？夜空中的繁星，不耀眼的夺目。我想我是，都忘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太伤心了。我是晚上写的，你应该会背吧？夜空中的繁星，不耀眼的夺目。我想我是深夜之中的寂静，默守着夜空中唯一的闪耀。我想我是夜空中的鸣蝉，诉说着这唯一的神话。我想我是我，不能为爱摘下这颗星，却能陪你去看星。可以啊，写得好，写得好啊。然后呢？我感觉这个人挺有文采的。不是，怎么就同意了呢？因为我就觉得他挺成熟的嘛，这么跟他交往啊，我就像一个小孩似的，就是需要找一个这样成熟的人来对我啊，就特别符合的标准。后来就跟他走在一起了。怎么了？这谈得好好的，跑我们这儿来？是这样的，就是交往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现在发现他特别听他妈的话，我的话他就不尊重。你要听什么呀？比如说前段时间嘛，他说他要考公务员啊，我很纳闷，我说你怎么突然想考公务员呢？他说是他妈让他考的啊，我就想不通，你妈让你考你就考，我想让你来我们家那块，他没同意。我妈让我考公务员肯定也是为了我好呀他就非得不同意，说我这个考公务员跟我们专业没有关系，还总是给我捣乱，不让我好好复习。考了吗？最后他就总是拉着我到处出去找工作，我也没复习成，这事就泡汤了。你妈让你考的是你们家乡的公务员是吧？对。那毕业之后你们俩怎么打算呢？是跟他回陕西，还是你跟他回辽宁？你们怎么打算呢？就是先说大的。我想的说，就是我俩去西安或者去另一个城市共同奋斗。但是他妈让他在当地报公务员的话，摆明了就是他要留那边。我是不可能去那边到最后肯定会不好。不是你为啥不能去那边？我是男人呀，我去男人怎么了？我感觉成了上门女婿之类的。偏狭。接着说吧，姑娘。他就是特别霸道，然后我妈就想给他打电话好好唠唠跟他。我妈好声好气跟他说，结果他呢对我妈特别的不尊重，说我妈就什么都不懂。就是你要是对一个长辈，你也不能那么说话呀。我妈还辛辛苦苦养我这20多年，她容易吗？你干嘛那么对我妈呀？我当时只是有点生气，我是感觉他妈控制了他，你知道吧？你也不想我们两个以后，你为啥不和你妈辩解一下？不是他妈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说了什么了？我就说，你不要左右他。当时可能态度有点那个强硬吧。人家妈养了20多年，落到你手里才几天，你说人家控制谁控制谁呀？他应该有自己的自主那个意志呀。那你问过他了吗？他也没有。姑娘，你想去哪儿？我也没有想过，但是我妈给我安排了，我就想她也是为了我好嘛。行，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不是，还有什么事儿？就是这个公务员试完了之后嘛，他没去，他没考上嘛。他妈居然把他安排到一个马术俱乐部，知道吧？挺好的，马术俱乐部。但是我感觉女生在那上班有点不好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客户的话都是社会气息比较严重的男性，我感觉对他有影响呀。我就在那做一个前台，就负责接待什么的，有什么影响啊？马术俱乐部不是挺好的吗？对呀，就是他这个人就眼太轻了，感觉社会经验不足，在那去很容易吃亏，你知道吧？有一次晚上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，一晚都没睡。第二天早上他才回我消息，说什么他和他同事去聚会了，而且喝醉了他之前就没有过这样情况呀，更别说喝酒呀。关键一个女生在外面喝酒很危险，知道吧？万一出什么状况呢？知不知道？你男朋友以前是不是管你管的还挺细致的？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这样，但是他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。他管你什么呀？管我就是跟男生接触这一块还有呢？他后来就是连我妈给我的钱他都要管。他怎么管你的钱？怎么管你跟男生接触呢？你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因为我们上大学每个月这个生活费都是一次性打过来的嘛，他就自己弄了一张银行卡，特别的奇葩，把我的钱都放在他的银行卡里，每个月就给我几百块钱吃饭的钱。那剩下的钱呢？剩下的钱我要想要的话，还得跟他要，都求着他那种。什么
他都觉得不对。因为他有时候花钱太大手大脚了。他曾经1个星期买了4支口红，我不知道他是吃口红还是咋的，我感觉是坏毛病。是你的钱吗？我是想帮他改掉这个坏毛病。他克扣我钱这事儿，我妈一点都不知道。我没扣他钱，我只是他有他合理的要求，说要买什么东西我会给他，而且钱都存着呢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这要求合理还是不合理啊？对于一个女生来说。我爸妈宠我宠惯了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你是我男朋友，你不宠着我，你还拉着我跟你一起去吃苦。我也特奇怪，他是怎么把你钱给弄走的呢？关键是我不给他，他跟我生气呀。生气呗，他能气死不成？我不想跟他吵架嘛。那他就是太霸道了。我爸妈就是从小就我独生女嘛，从小就把我当宝宠着。为什么到他这就跟他吃苦？你愿意？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多做几年我爸妈的宝贝，我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吃苦啊？我有什么错吗？下了节目把这些钱都要回来。而且他现在管的有点越来越宽了，你知道吗？还管你什么？跟神经病一样，他。坏了。对，我们学财管这个专业吧，就是男生比较少。有一回我就跟他说。你们什么专业？财务管理。哦呀，我的天哪，难怪呢，学以致用，你看看，来啊，财务管理啊。我们班一共就8个男生，有一次我就跟他从食堂出来，碰到几个同学，就唠几句嗑，然后他就生气了，就把我给拽走了。回去之后就把电脑啪就给我往那一扔，当时我都懵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给我做个表格。”我寻思做什么表格啊？然后他说：“你把我的优点都给我列出来。”然后再写出那些男生的缺点，我跟他们比哪点好？不是，那也应该是他们的优点和我的优点比，他们的缺点和我的，哪有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缺点比？他这个人太霸道了呀！这就是呀，你这个不是我，主要是太在乎他了，就吃醋嘛。干嘛了？你吃醋啊？就和我们男生过多接触啊。我跟别的男生正常聊几句天，他就这样了。我担心啊，你妈已经对咱俩的感情可能有点否定了，怕失去你嘛。而且就是夸他还不能特别表面的那种，说夸他帅什么的都不行，要有深度有内涵的那种。有深度有内涵是哪些优点？你跟我说说啊。我也写不出来呀，所以我就没答应他嘛。那你的优点是什么呢？有深度有内涵的优点，你给我举个例子啊。负责任。负什么责任啊？有担当。有什么担当啊？钱。哎，对，钱，对，哎呀，这是哪个老师放的音呢？真是，愿意这么被他管吗？不愿意。你跟他说了吗？跟他说过，但是他还是一直不改。还有就是他让我把我前男友的联系方式都给删了，但他前女友的联系方式他还留着呢。不是，主要是有一天我在他空间发现他和他前男友的合照，知道吧？是，那你怎么留着你前女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？我没有留东西啊。就联系方式还留着呢。联系方式，那我联系过没？没联系过吧？那你为什么留着呢？就万一有时候他，万一什么一呢？我就怕他有时候有啥事求我，让我给他办事。这为啥呢？都是过去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害怕他一求你办事就死灰复燃啊？不会，我不会。怎么不会呢？你看他多霸道呀！他不是霸道，他是老想着有朝一日跟他前女友死灰复燃，所以他才会折射出来说：“你看，你们联系就会死灰复燃，是吧？”不是，真不是。还否认了。而且每次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，都是我先去服软，然后跟他道歉。老师们已经看到了啊，就是大学里面的这么一段恋爱，女生不知道为什么一边委屈着，一边还接受着男生的管理。现在还好，大3到了大4，真面临毕业选择的时候，这个可该怎么办呢？现在未雨绸缪就来这儿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啊，来吧，一起进入周比特问卷。他不听他妈的话咋的？听你的话。不是，我想让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。哎，好，我就喜欢听这句，我刚才就听到这句了。你想让他有独立的思考能力，对，你做人有双标。当你要求别人的时候，比如在他妈这件事情上，你希望他做人有独立的思考能力。可是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希望他不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，双向标准啊。对待他前男友的要求和对待你前女友的态度双向标准啊。当然我不是说跟前男友联系这个事儿是对的啊，只是你不能双向标准要求自己和要求别人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说他妈有控制欲，我觉得你的控制欲才非常的强。你有这么强烈的控制欲，是因为你的自卑。你对于这段感情非常的不自信，不让他考公务员，怕他回老家飞了，不跟我在一块儿了，不让他去马术俱乐部工作，
怕他遇到那些高大上的、那些成功成熟的男士啊，跑了，对吗？你不让他花钱，是因为你怕以后跟他过日子的时候，他依然这么花你的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意志吗？刚才我说的那几件事情，完全都是你的个人意志。小伙子，你自私。两个人爱情相处过程当中，你要多为对方去考虑，多给丈母娘一些尊重，多给女朋友一些体谅。反过来说，女孩，你愿意啊，他也没逼着你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钱不存到这张卡里，我就怎么样，也没有啊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们都是有责任的，他占大部分，你占小部分。还想不想好好处？想的话就改，真的做到让他用自己的意志去决定他自己的生活，然后让两个人都可以携手一起变得更好，好吗？好，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陆琪老师，男生，其实我相信你不是出于一个坏的目的来做所有的事情，但是天地很大，这个世界很宽阔，多出去看一看，不要兜兜转转在你是我的，什么都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的，兜兜转转在这样的小格局、小圈子里面，人是不会成长的。你这一辈子格局也不会大到哪去。家里有个小说叫《金锁记》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，看看那个母亲到最后是怎么样硬生生让孩子去吸鸦片，就为了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的，很可怕，很恐怖。不要变成那样的人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从你刚才说的很多话当中，我感受到你对女性的不尊重。为什么在一个马术俱乐部前台工作，就会被别的男人、成熟男人带坏？一个女性在社会上工作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工种，她拥有独立的人格。对。你认为这个世界完全是男人的吗？你也太大男子主义，太男权了。我认为在马术俱乐部的前台工作的姑娘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见识世面，可以看到成功的人士是怎样的，可以树立更多的榜样。我觉得是好事啊。你怎么会想到那么阴暗？除非你心里也是阴暗的。你的对他的控制其实源于不尊重。而姑娘，我想说的是，不解放思想怎么独立啊？你无论是依赖于他还是依附于你的妈妈，都是不正确的。你只有把自己心灵上那个束缚解开了，我们内心没有束缚了，才能独立。我说就这么多，可以供你们思考。关于你们的感情何去何从，首先认清自己，自然知道将来行走的方向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全世界的男人都是你的情敌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惯着他？可能是什么？太在乎了吧？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！太在乎一个人才会给他自由呢。可能确实我的控制欲有点强吧。在看男人这件事情上，你母亲一定比你更深刻。母亲，我可以笃定的说，100%、1000%、10000%比这个男人要更爱你。很多男人打着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就是因为我在乎你，所以我管你；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管你，否则我怎么不管别人啊？这个逻辑好像很严丝合缝，对吗？但是爱一个人未必要管他，管一个人也未必要爱他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认为爱护花朵的人会去摘花吗？不会。他只会像一个园丁一样，把这个花搬进搬出，每天修修剪剪，然后浇灌，就让它能够享受到充分的阳光和肥料。甚至它可以容忍周围有别的观赏者，这是为花好，对不对？只有那些占有欲特别强的人才会把花摘下来，藏到自己的屋子里去。他不管这个花会不会因为沐浴不到阳光而凋谢，他才不管。我只想关起门来，因为它是我的，这是不是自私？所以你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吧？他在给你洗脑，他跟你说你身上有很多问题要改变。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一点，有很多女人认为男人在乎自己就是要时时刻刻关注自己所有的行踪，那是一种在乎。你错了，久而久之那就会变成一种占有。而且占有欲强的男人，不要以为他们都很粗暴，恰恰相反。真正占有欲强又心思缜密的男人往往文艺而细腻。比如说作诗，他们会把早餐送到你的面前，
他会给你无尽的反馈，你只要瞄一眼的东西，他就给你买回来。但这所有的一切的前提是你要听话。如果你要是不听话，他就马上成为那个最不能容人的人。你想一想，你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样？你只要听话，他就对你特别好；你只要是不听话，他就处处否定你，说你不行。所以你应该很清楚，其实这个男人他的占有欲超过了他爱你的那一部分。我不否认他爱你，但是占有欲超过了爱你。如果你要是一直以牺牲自由、以听话为基础来接受他对你的禁锢，等到哪天你真的成了提线木偶了，100%听话了，你离被抛弃就不远了，因为你已经没有魅力了。现在有些女生也是非得找一个男人来拼命的管着自己、约束自己，认为那就是刻骨铭心的爱，其实根本不是。事实上你也很累，对不对？控制与被控制就像硬币的两面，你想控制他的同时，你也被他控制着，何必呢？他如果那么容易被男人勾引走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算个数，分分钟就被勾引走。所以你何必自取其辱，压抑住自己内心的占有欲？事实上你会发现，你再怎么控制，再怎么占有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。你管不了谁，我们只能管好自己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其实跟长辈说话就是老老实实的，不管他是不是你未来的丈母娘，一个老人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就得老老实实的，这是一个教育问题。我不说是你的性格你想控制，对于女生客观行为上，实际你在干涉这个女生的一些行为自由，这个你承认吧？以后啊，再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有自信。严老师说的很好，你不管是妈妈也好还是谁也好，你首先是自己想干嘛，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，你再谈恋爱，你恋爱的舞台就大了，别再那么轴了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感觉嘛，可能确实我控制欲太强了，但是我对你的爱，对你所喜欢的你是真心的。如果不是真心的，也不可能写出那首诗。可能我错了吧。其实我觉得你做的有些事情也都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么成熟，你不能逼着我那么急，我可以慢慢的一起跟着你长大。谢谢你。我也会正常。能再给一次机会吗？请亮灯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来看角色，请开门。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跟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节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。为你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谢谢你。我们的故事完美的开始。来，请亮灯啊！来，礼物送给你们啊，谢谢。开开心心的谈恋爱吧，女生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谢谢大家。